首笔跨境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结算，我人民币走出了至关重要一步。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声 Talk。 虽然美国银行业如今依旧面临着随时暴雷的风险，但美国靠着将危机转嫁给欧洲，暂时苟延残喘了。就在美国人为此沾沾自喜之时中国在中东地区投入的精力正在迎来超乎想象的回报。中国也就此正式向美元霸权开火了，打响了反美元结算体系的第一枪。从我国官方媒体了解到，我国的中国海油和道达尔能源公司通过我国在上海建立的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完成了首笔以人民币结算的 LNG 采购交易，也就是液化天然气交易。这笔交易的源头是来自于中东的阿联酋，实质上是阿联酋通过我国的国际贸易平台与道达尔能源公司完成了交易。这里面就有几个点是非常显眼的，时常关注此类消息的网友相信对此并不陌生。首先，以人民币结算，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踏出了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核心一步，即以人民币取代美元作为结算方式。看起来好像中国在这笔交易中不过是做了一回中间商的样子，但实际上这是中国以自己的信用作为背书，构建了一个人民币国际化的平台。往深层次说中国是这个平台游戏规则的建立者，是打破以美元为首的霸权体系，建立新世界秩序的一个开端。尤其是这一次的大宗商品贸易还是液化天然气，这几乎就是在走美国曾经走过的路，而让现在的美国无路可走了。坦率地说虽然这些年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的表现是越来越抢眼，已经是全球第5大支付货币了，但是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是历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反而要感谢拜登的鲁莽，或者说是拜登的短视。他在对俄罗斯的制裁上，尤其是毫无理性的冻结和没收俄罗斯寡头在西方世界的财富，这实质上是破坏了美国和西方的国家信誉，加速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的崩塌。而另外有一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这条消息里面的道达尔能源公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道达尔它的总部位于法国巴黎。事实上，在北溪管道被炸之后欧洲天然气能源进一步严重短缺的背景下，道达尔公司的一些举动本身是应该代表着法国政府的一些意思的。事实上，在这条消息出现之前对于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到底助攻者或者是队友来自哪里，有很多猜测。有的说是俄罗斯，也有的说是南美或者是非洲等等吧。但很少有人会想到道达尔的助攻居然是来自欧洲的内部。从这些年美国跟法国的关系来说虽然法国国内精英阶层有很大一部分人坚持反对美国的控制，想要让法国独立自主，重新掌控欧洲的话语权，但是呢，美国的 NGO 长期渗透已经严重影响了法国战略的走向。不论是早些年的阿尔斯通事件，还是前2年发生的澳大利亚潜艇订单被截胡的事件，我们都能看到美国对法国还是有一定的警惕性的。而且现在的总统马克龙和美国的各 NGO 组织始终都有一些不清不楚的关系，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了。美国对法国保持了警惕，想要确保自己对法国的控制权，而法国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呢，尤其是在阿尔斯通和澳大利亚潜艇事件上的光速投降表现，又让美国觉得法国已经被美国完全控制了，好像美国是自己疑心病太重。可结果现在美国回头一看没想到背叛竟会真的来自欧洲，而背叛者呢，还真的就是那个浓眉大眼的法兰西。估计连拜登自己都有些懵了。好，各位网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